尝尝。嗯。一整天了，你的眉头老是有阴霾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聊啊？确实有。问吧，我有问必答。您是怎么知道我去永家执行众泰的设备呢？陆坚在现场给我打过电话，而且把你穿病服的视频给我看了。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法律面前不能抗拒，必须服从你的指令。可他并不是这么做的，他想指挥卡车压死我。他敢，虚张声势，他没这个胆量。我也觉得他不敢。我是法学教授，法律是有底线的，我不会做违法犯法的事情，我也不允许我的下属、合作伙伴做这样的事情。老师，谢谢您的坦诚。哎，老师，你以后还会帮我吗？当然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好好休息。郑老师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好。慢点开。你吓死我，李川！你能不能不要总是突然间出现啊？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？你说这夜黑风高的，你再被人给害了。你要是担心我，下次能换人打电话吗？哎，可别！我哪敢随便给你打电话呀？那谁知道你方便不方便？万一要是不方便，多不好。你这说话算的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是左琳，我就弄不明白一件事儿。你说咱们吧，被这明山系已经害得够惨的了，你怎么还一天到晚跟着郑怀山鬼混到一起啊？混在一起？你用这个词过分了。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说你这个人吧，平常看着你也挺精明的，做事呢也有条有理的，怎么就遇到郑怀山你就瞬间变成傻白甜了？你的免疫力呢？于川，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聪明？那不，只有你有洞察力，你明察秋毫。不是你。我是傻的，我是瞎子是吗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和你一样怀疑他，我和你一样怀疑郑怀山。而且生个死，我始终都不能释怀。但我没有选择宇川，我必须跟他保持联系，我才能知道他下一步走什么，他会出什么棋。如果我和他彻底为敌了，我们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，我们就永远都没有办法突破明山系这个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想简单了。
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，都是你逼我的。那这样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以后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改变态度。他非常的精明，你一点点变化他都能感觉到。你放心，你下面的戏我全程配合你演出。戏也不用太过。我稍微懂点表演。别生气啊！呀，周法官，陈老先生，您是来交钱的？是啊，这交一笔，心里头就踏实一点。您忙，我走了。慢走，您慢走。走了。每次看到他，我都觉得这个人世间还是有真情的。是啊。总法官驾到，大家欢迎。出院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左大法官，聊聊呗。公事还是私事？办公室当然是聊公事。我才刚出院，你不能让我消停2天吧？行，当我白说。我来的不是时候吧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欢迎！你好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，这次奋不顾身，非常勇敢。哎，不做夸饰，不做夸饰。先坐，先坐。没事，我这个不着急。走，快点。我呀，那个是借横，有左法官在呀，他们不敢来真的。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，伤好了没有？皮外伤，不碍事，不耽误看书读。今天干嘛来了？领奖金呐！领到了吗？哎，领到了。法院不是老赖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次你表现这么好，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上我们内刊。啊，哎不，难免了，咱是做侦查工作的，不能要外人知道。说得对。哎，左法官，于法官，咱们合个影，留个纪念啊。好，可以啊。来，于法官，我帮你拍吗？不用，自拍更好。来，茄子，怎么样？就跟法官拍啊，合着我们都没帮上忙是吧？不，都帮。哎，
我来。啊，我以后啊，我会更加努力，找更多线索啊。来，我也来，2、3，完美。哎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哎，顾法官，哎，咱俩可以，来，茄子。哎，老赵，刚才那张不好，再来一张。来，我给你拍啊。好。哎，不，这个背景不行。来，等那个。哎，对，放这边。1、2、3，茄子。来，给我们俩拍一个。来1、2、3，茄子。哎，咱们俩拍的。别跟老赵一块儿吧，咱们仨一个，咱一起吧。特别执行处，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院长，您今天找我来，不能一直为了表扬我吧？表扬你也是应该的，另外，就不能找你聊聊天啊？哎呦，领导一跟我说聊天，我很紧张的。你才不会紧张呢！我在指挥中心可看到了，你穿着病号服在执法现场的身影，那才叫精彩。当时真是顾不上了，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嘛。其实，我是想听听你对名山系的见解。你认为，在他们背后，那个指挥者是个什么样子呢？他有一个宏大的法学背景，而且还有一个体系在保护他，就像一堵墙，我打不透。哼，别说是你了，连我都打不透。不过院长，真的是要感激您，在背后默默支持我，才能够走到今天。行了，这样，我们假设一下，只是假设啊。如果在他们身后真有这么一个指挥者，你觉得我们俩会认识他吗？院长，如果您知道什么内情的话，可不可以明示啊？我要知道内情就不问你了，我从来都是那个最不知道内情的人。您指的是？不，咱们都是搞法律的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如果你有什么怀疑，就去小心求证。好，知道了。5年前，他们把靠路边的营区统一出租了，后来承租方又转租给了别人作为店面房。现在军队改革，不允许有偿经营，所以他们决定收回之前出租的营区。现在承租方不同意。左法官，那这个涉军案咱们要不要执行啊？怎么执行？小艾刚才不是已经都讲过了吗？现在部队要求我们立即进退。申请执行是谁？被执行人又是谁？这个案子本身就不符合程序，而且立案了吗？裁决了吗？白纸黑字那合同都签着呢。他是军队，他就可以说清退就清退。如果我们强制清退的话，我们本身就是违法。军队，一支军队，他的责任是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。你现在又让他立案等审判，再走流程，这得耽误多少时间呢？军令如山倒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军令如山倒，那是对军队说的。目前阶段，只能调解。调解？调解？
你都不看看对手是谁你就调解，你对手是名山系，你觉得跟名山系调解能调出什么结果？邹长官，川儿的心情啊，我能理解，他是个部队的专业干部。但是川儿，这都是家里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嗯。按程序走吧。小艾，明天约双方当事人到中院面谈。好，我马上举办。喂，郑老师，富康公司和武警部队营区的租赁纠纷案，您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现在懒得管他们的事情。这个案子的背景有点复杂，是超越法律层面的国家行为了。我现在负责这个案子，部队方面同意在中院立案起诉，可他们根本等不到1审、2审的判决，直接申请了先予执行，还提供了担保。我不想任何一方受到伤害。需要我做什么，你直说。今天第一次调解，双方就谈崩了，完全没有达成和解的前提。所以郑老师，我希望您能和富康公司谈一谈，配合工作，不要因小失大。我可以出面谈，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：部队作为申请执行人具有特殊性。虽然强制执行，政府可能支持，但很可能会带来社会负面影响。这点我很清楚，所以我建议优先考虑协商解决。快下班了，你在中院吗？在啊。这样吧，我先约庞丽丽谈一下，了解下情况。下了班我来接你，我们见面细谈。好，谢谢郑老师。左林，左林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高院的绿色通道已经打开了，对吧？通知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停止部队武警所有有偿服务，我们现在完全有据可依。高院的通知那也不是尚方宝剑，双方有协商的条款，不是你想胡来就胡来的，而且该走的流程一个也不能少。否则咱们就是犯法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吗？我们只能是无止境的等。庞丽丽什么人？庞丽丽是齐三河的老婆，他们两个都是郑怀山的打手。你可恨，你去找他们，你找庞丽丽谈条件，你怎么想的？你不要动不动嘴上就挂着郑怀山，好不好？你这样显得很愚蠢。我就愚蠢了，我就这么说了。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啊？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郑怀山给的撑腰，还有你在包庇他们。宇川，你说话给我小心点。我说话就这样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回来，我话没说完呢。你这么一直袒护着他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这和你也有关系吗？于川，你作为法官，代表法院的形象，在公共场合和一位女士这样争吵，太没样子了吧？我在和他探讨案情，你半路杀出来说3道4，算什么事儿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你失态了，而且极不礼貌。我失态？郑怀山，你不需要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你以为你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，大家不知道吗？于川，你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好。我过分？我问你，难道你不知道？难道你不知道他就是名山系的幕后支持人吗？啊？难道你不知道他对你居心叵测吗？永嘉、荣达、富康，包括众泰机械，难道不是你一步一步下的圈套吗？
宇川，我以前敬你为一个公正的执行人员，但看看你现在的言行举止，和街头的流氓混混有什么区别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大家都在气头上，少嚷两句好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左林，咱们走。不可理喻。周善，你不够资格。我警告你，把手放开！我不放。你放开！不放！于川，你给我放开！小心！左林。左林，对不起啊，我太冲动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跟郑怀山吵架，情绪没控制住，吵得有点激烈，然后这时候过来一辆车把他给撞了。把他给撞了。但把他给撞了。你呢？左林把我推开了。把你推开了，然后没管郑老师。对，把我推开了，郑怀山被撞了，我。你说左林为什么会推开我呢？按道理来说，他应该推开郑怀山啊。天哪，
这太不可思议了，生死关头，生死关头把你给推开了，没管郑老师。我也纳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，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活得好好的，郑怀山进去了，要生死未卜的，那为什么会推我呢？郑老师太可怜了。他为什么会推我呢？我就是腿断了，没什么大碍。你走吧。老师，走吧，我们都安静一下。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切都已经有答案了。危急关头，你救的人不是我，骗不了人。我是的，老师。左烈，除了抱歉，我要跟你说声谢谢。谢谢你在关键时刻保护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。是我把事情搞砸了，对不起，真心的。李川，除了工作，我不希望我们以后再有任何交集了。回来啦。郑老师怎么样啦？骨折了，但是还好，内脏没事儿。啊，
哦，那就好，那事情就不太严重。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么莫名其妙的事。啊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饭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那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哎，小爱啊。明天我要搬回家住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我出来这么久了，总要回家的。可是我不想让你走。哎呀，我也舍不得，而且我都住习惯了，你又挺照顾我的。但是自己的家嘛，总是要回去的。不是，你说你早不走，晚不走，你非得现在……哎呀，不行，不许生气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。别劝我。嗯。好啦，那你明天就走了，我再给你做一次饭。行，那我得多吃点。丫头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来，快进来。我决定搬回来住了。赶我也不走了。哎，我不认识你啊。那就当我借宿吧。那得付房费，额外带伙食费的得啊。这么大人了，不能在家蹭吃蹭喝的吧？行，我付双倍的。哎呀，大哥，快洗手，准备吃饭了啊！你干嘛去？我去给他拿碗筷啊。哦，他自己没手啊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快吃饭吧啊！左法官，我跟尹大哥想去趟部队，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劝他们还是走法律程序，等立案裁定之后下来了，咱们再执行，你同意吗？
我不吃水果，你知道的。老师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七夕，我有特殊的气息吗？气息包括一切。你的脚步，衣服特有的摩擦，你走过来时带有的一丝丝风动，整个生物场内感应，以及内心的突如其来的莫名感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这种感觉特别强烈。老师说的，我也能感受到。老师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要来解释那天的事情。并不是，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，因为我也不懂我自己，不懂为什么。我懂。老师，您也不是万能的，您真的不懂。是啊，我也不是万能的。那，你今天早点休息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不用了，我明天就出院。那我明天来接您。不用。我想去香山教寺看一看，很长时间没去了。回家了，心情好多了。你说，如果两个人生活在大山里面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也会有那么复杂的社会性吗？会。我想也会。两个人的空间也会有社会性，也会彼此伪装，把最好的一面摆给对方看。对了，你那个助理于川一直怀疑我是名山系的幕后控制人。是。你对我倒算诚实。因为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而已。但是他的态度也反映出你的态度，否则你也不会默许他去查我。坦白说，最近所有案件的线索都指向您。我想不相信都很难。如果你们一味认为我就是名山系的幕后控制人，那请认真查实。如果查实后不是您，我一定还您清白。但如果百川控股的幕后实际控制人是您，我也一定会选择跟您正面交锋。10年前你是我的学生，10年后，我们继续上课。